光明势力在以太层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成功地摧毁了奇美拉业力领主在以太层的黑暗网格以及他们所有的科技。大多数的奇美拉业力领主存有被抓捕送往了银河中央太阳，只有极少数的奇美拉通过美国国防高级计划研究局的矿坑逃脱到物质层面的克隆身体当中。因此现在唯一受到黑暗控制的地方就是这颗星球地表的物质层面。以太层剩余的少数黑暗实体处于杂乱无章、仓皇断槽的状态，它们也不再隶属于黑暗网格的一部分。由于业力领主的以太控制网格被移除，人们不会再被迫继续轮回转世。现在他们做出转世的选择，主要是基于他们意识层面或者潜意识层面的推动。现在以太层仍然看起来像是占后区，没有灵性向导，随意飘动的异常云层仍然容纳着尚未清理的黑暗实体。过世的人们在他们死亡之后穿越以太层进入相对较为轻盈的星光层时，可能会受到伤害，也可能不会，这取决于他们的意识水平还有情绪状态。实体生物芯片也在清理的过程当中，这还需要一段的时间。为了减少这些生物芯片对人类思考过程的影响，光明势力推荐了这本书中的技术。次量子异常也在清理的过程当中，但事实证明它比预想的更加浓稠，挑战性也更大。这种异常是负面体验和负面情感的主要来源，也是阻碍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阻挡了圣光从菩提层面流向地表的世界。光明势力的计划是清理这种异常到达一定的程度，让黑暗永远不会在任何情况下再出现在宇宙的任何地方，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主流科学在一定程度上也隐约地意识到了次量子异常。现在有关次量子异常的大量情报都还不能释放出来，将来有望在时机允许的时候会透露给地表大众。我目前能说的是，次量子异常在常规时空连续体之外几乎无处不在，而且在这里影响着量子涨落，从而让黑暗意识在菩提层面和物质层面之间创造了一个张量场。简单的来说，次量子异常对整个宇宙的影响非常小，对我们太阳系有着中低度的影响，对地表世界却有着巨大的影响，也是在地表世界存在着众多黑暗实体。在地球表面，次量子的张量场非常强大，从26000年前隔离区建成以来，它几乎完全的扭曲，甚至阻止了地表和近地表区域的超空间旅行。这个张量场的强度在1996年以及之后的几年被加强了很多倍，因为很多黑暗的实体到达了这颗星球。实际上它变得非常强大，它在自己的内部产生了折叠，形成了一个多重的封闭环形回路，极大地加强了地球的隔离状态。这个张量场给星际飞船的导航带来严重的问题。由于异常，这些飞行器无法在靠近地表的超空间中安全地运行，如果它们在常规时空中飞行，很多的时候就会被击落。这些被击落的飞行器正是几天前一名揭露者进行的主流揭露的主题，这是对大揭露和接触活动进行首次的推动，刚好赶上冥王星在6月11日离开水瓶座之前。几天之后，另一名揭露者释放出了更加详尽的内幕。这一切已经带来了政治效应。超过7000万人观看了塔克·卡尔森的首条推特视频独白。他在视频当中
谈到了在报道 UFO 现象时媒体的审核机制。参宿4猎户座中一颗明亮的恒星再次出现即将变成超新星的征兆。光明势力表示，事件发生时的过程要比之前预想的要混乱得多。事件本身包含了大规模的逮捕超过40万名阴谋集团的成员、金融重置，以及公布关于地表阴谋集团、秘密太空计划和友善外星种族存在的信息。整个过程大约需要1到2周的时间。在此期间，水、食物、电力还有网络运作渠道需要保持在基本完好的状态。一部分地表人口不会很容易地接受事件的发生，而且会出现很多功能失调行为。基于这个原因，有关即将发生的极移的相关情报会在事件发生过后1到2周的时间逐渐地释放给地表大众。那时分发渠道已经基本处于稳定的状态。事件之后，毛素星人就会开始使用他们的科技在地表建设光之岛，那些区域将会是地球上唯一真正和平的地方。届时，人类社会的其余部分将会经历相当残酷的觉醒过程。这个过程估计大约会持续几个月的时间，然后银河超级波就会到达地球。根据我掌握的情报，我推测事件在2025年发生。光明势力并没有对我的推测做出评论，它可能对，也可能不对。就现在而言，接下来几个月的重点就是清理次量子异常还有生物芯片。从9、10月份开始，事情就会开始变得更加有趣起来。光的胜利